女人名叫周金玲，是一个从乡下来城里的务工人员。然而这个颇有姿色的女人万万料不到，自己竟有一天会遭人毒手，生死未卜。而放学回家的儿子小亮又刚好看到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。报警后，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，将重伤的周金玲送医后，便迅速展开调查。周金玲是前几年进城打工的，她的丈夫因为身体不好，常年待在乡下老家，而儿子则被接到城里上学。随后，警方通过询问小亮得知，周金玲今早叫醒小亮上学后，便又上床睡回笼觉。而小亮下午4点放学后，却突然发现母亲重伤昏迷。警方随后又开始询问周边邻里，得知周金玲做的是昼夜颠倒的工作，经常夜生回家，白天补觉，并且周金玲与儿子小亮关系极差，经常吵架，昨晚也不例外。于是警方便向小亮询问原因。小亮原本十分抗拒谈及他所厌烦的母亲，但经过开导，最终还是缓缓将一个埋藏心底许久的密事说了出来。原来昨晚周金玲半夜回家时，曾与一个陌生男子发生争执，看上去像是熟人。这一幕全被小亮收入眼底，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见到母亲与陌生男人纠缠不清，再加上周金玲每天都到后半夜才下班，于是小亮便认定了母亲在做皮肉生意，对周金玲十分鄙视和厌恶，而这也是母子关系极差，经常吵架的主要原因。当昨晚周金玲回家后，忍无可忍的小亮终于倾泻出了心里的不满，争吵之中甚至说出了母亲下贱的话。然而被儿子的气话狠狠刺伤的周金玲却崩溃痛哭了起来，想到自己每天在外辛苦工作，生活作息都因此被打乱，为的就是儿子，然而最终换来的却是儿子的怨恨和辱骂，顿时委屈不已。了解到情况后，警方决定先从这个与周金玲纠缠不清的陌生男子入手。可经过对周金玲物品的翻查，警方却没能找到周金玲的手机，只发现了一张当天的出租车发票。于是警方很快便循着发票找到了开票的车主。从车主口中，警方了解到周金玲当时和一个男人是一起在百货大楼门口上的车，两人在车上像夫妻似的吵架，男人一直缠着周金玲，要求对方给自己一个交代。然而周金玲虽然嘴上说着对不起，但对于男子的纠缠却显得十分不耐烦。最后因为争吵，还将买的东西不小心落在了车上。而周金玲在当天下午4点时曾打来电话询问失物，但却没说2句就匆忙挂断了电话。随后警方又来到周金玲上班的地方调查，原来周金玲在一家足疗寓所上班，虽然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与顾客有肢体接触，但还算是正经足疗按摩，并没有其他的特殊服务。然而小亮却始终认为母亲在做皮肉生意，甚至跑到周金玲上班的地方闹事。通过周金玲老板和同事的描述，警方得知周金玲是一个极善交际的人，为人热情健谈，因此人缘极好，连门口的出租车司机孙旺都与他关系不错，因此夜里周金玲经常搭孙旺的车下班。于是警方便怀疑孙旺就是那个与周金玲纠缠不清的男人。然而在询问孙旺时，孙旺却表示自己今早因为拉客前往郊区，并且自己与周金玲虽然关系不错，但也仅限于搭车下班或平日闲聊的普通朋友关系，与周金玲并无更深层次的情感纠葛。孙旺有不在场证据，线索到了这里似乎断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警方通过调阅百货商场的监控，发现另一名陌生男人也跟周金玲走得很近。截图放大后，发现那名男子确实不是孙旺。与此同时，周金玲失踪的手机突然打通了，警方循着线索来到一家手机店，得知是一个男子将手机拿来卖的。经过比对，正是截图中与周金玲同行的男人。于是警方带着截图来到足疗店打听，得知男人名叫刘大忠，在隔壁工地干活，经常来足疗店找周金玲服务，并且曾多次与对方相约出去吃饭。案情似乎渐渐明朗了起来，警方迅速行动，并成功将正在收拾行李的刘大忠逮捕归案。审讯室里，刘大忠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并交代了事情的原委。刘大忠与周金玲相识于足疗店，当刘大忠第一次见到周金玲后，对方的热情健谈和落落大方，就给这个木讷的男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于是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刘大忠多次前往足疗店，也因此和周金玲关系渐渐熟络。后来有一次，周金玲做足疗时心不在焉，刘大忠就询问原因，得知周金玲是因为小亮补习班的高额费用而发愁。
刘大中见状便旁敲侧击地询问周金玲丈夫的情况，谁知周金玲却没有明说，只说自己一个人带孩子，让刘大中误以为周金玲是单亲妈妈，于是动起了追求对方的心思，甚至自告奋勇要替周金玲交这笔补习班的费用。周金玲听后十分不好意思，但刘大中却态度坚决，最终周金玲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他的好意。然而此刻的周金玲还不知道，这段扭曲的感情最终竟将自己推入深渊。自此之后，刘大中与周金玲接触更加密切，时常约对方吃饭和送礼。随着关系的逐渐升温，两人最终发生了关系。而直到这个时候，周金玲还一直隐瞒着自己有丈夫的事情，但也没有明确表示接受刘大中，两人的孽缘便一直持续了下去。后来，随着儿子慢慢长大，周金玲的花销越来越大，经济能力有限的她自然而然的又求到了刘大中头上，于是刘大中支出的费用也越来越多，但周金玲还是没有对他们的关系做出正面回应。意识到周金玲似乎一直吊着自己，刘大中的心里也越来越急，几次三番要求到周金玲家里见见小亮，想和周金玲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可周金玲压根就没这个打算，根本不敢让儿子与刘大中见面，于是便态度强硬的推脱阻止，声称需要慢慢开导儿子，让刘大中不要操之过急。而这期间，周金玲对刘大中的纠缠开始渐渐生厌，好几次在楼下拉扯争吵都被小亮看到了。再后来，刘大中辛苦打工几年的存款就要花完了，他终于忍无可忍，想要快刀斩乱麻，直接冲进学校找小亮说清楚，但却被周金玲死死拉住。刘大中见状，再次询问两人何时登记，眼看再也无法逃避，周金玲这才承认了自己有丈夫的事实。刘大中知道后，顿时如遭晴天霹雳，悲怒交加中，他不停质问周金玲两人的关系算什么，可得到的却只有无用的道歉。自打那天之后，自知无法面对刘大中的周金玲选择了逃避，经常躲着不见刘大中。但刘大中对周金玲已经情根深重，不甘心这段付出了自己真心的感情就此终结，于是时常找机会见对方。终于在昨天晚上，成功在周金玲家楼下堵到了对方。他想找对方要个说法，可是周金玲只顾着推脱和回避，而两人的拉扯也激怒了楼上偷看的小亮，母子俩随后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而被周金玲赶走的刘大中并没有就此离去，而是待在小区外等了整整一夜，直到早上小亮上学去了，便又闯进周金玲家，想要和对方好好谈谈。谁知周金玲对刘大中的纠缠已经十分厌烦，不管不顾地出门到商场给小亮买衣服。刘大中跟着他却越想越窝火，终于在乘出租车返程时和周金玲争吵了起来。然而两人争吵了一路也没能有个结果。当到周金玲家门口时，恼怒的刘大中警告对方别把自己逼急了，谁知周金玲脾气也上来了，不甘示弱地顶撞了刘大中几句，导致愤怒的刘大中顶开房门，再度闯进周金玲家。此时的他不再幻想周金玲能回心转意，于是便冷漠要求周金玲将当初自己花在母子俩身上的钱还给他。但周金玲却表示拿不出这笔钱，并且在刘大中心急如焚的时候，周金玲关心的却是刚刚落在出租车上的衣服，这衣服是小亮明天学校要用的。周金玲便不顾刘大中的感受，开始打电话询问出租车公司。被无视的刘大中顿时更加恼怒，他强行夺下了手机，但这也让周金玲来了脾气，责怪刘大中害他丢东西。谁知这话却彻底伤透了刘大中的心，认为周金玲十分自私，从头到尾只是为了骗自己的钱，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感受。怒火中烧的刘大中扬言要告周金玲诈骗，不料周金玲却表示之前的那些都是刘大中一厢情愿。周金玲显然是想趁这次机会结束这场孽缘，但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激怒了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。失去理智的刘大中直接拿刀捅伤了周金玲，但清醒过来后就马上后悔了，可却为时已晚。故事的最后，刘大中在警方的押送下见到了抢救过来的周金玲，两人相顾无言，潸然泪下。刘大中对自己的罪行悔恨不已，而这段时间周金玲也不断地反省自己，最终原谅了刘大中对自己的伤害，还请求警方不要追究他的责任。一场孽缘最终以悲剧落下了帷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